找了好久，終於被我抓到了加勒比海的帝王蟹。據當地船長的小道消息，在波濤洶湧的加勒比海，有一種巨型帝王蟹，每年的7、8月份就會從深海回游到淺礁區，最大的個體張開後都快2米長，而且光鉗子就有我的手掌寬。聽完這消息後啊，我哪還坐得住？趕忙約好了船長，又整理好潛水裝備。這次哪怕花再多時間，我也必須解鎖一下這罕見的加勒比帝王蟹。Hello， 朋友們，我們又要出發了。然後一想到今天要抓的是帝王蟹，我就特別激動。不過船長是還沒看到，倒是看到他家的2隻小狗在這裡泡海水，估計船長去買汽油了。因為我們這次要去的是一個更遠的無人島，所以不多加點汽油是肯定不行的。出發，出發！船長已經來了。這次我們要去的無人島位於巴哈馬群島的這裡。聽船長說啊，島上有很多大蜥蜴，所以我乾脆就叫它蜥蜴島。然後從我住的地方開船過去，大概50分鐘左右。不過途中這美麗的海景已經讓我忘記了坐船的疲憊。哇，這水好藍啊，朋友們！我們到了，就這個沙灘。下，好多海鷗啊！好美呀！现在船長要準備走了，拜拜 ，See you tomorrow。一眼我就相中了這個地方，好平坦啊！就這算了，最好了。真沒想到還能找到這種地方，搭天幕帳篷真的一絕。由於巴哈馬現在是雨季，時不時就會下一場雨，所以我們上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避雨的裝備先給整起來。剛剛在搭帳篷看到一隻好大的蜥蜴，跑哪了？這裡，我的天哪，好大！看到沒？這什麼品種的蜥蜴啊？哇，是長這樣的，跟綠鬣蜥不一樣哈。晚上不會跑到我的帳篷來吧？出來嘍，出來嘍！我的天哪！啊，現在帳篷已經搭好了，我準備去撿點柴火來。哇，你們看這個海，真的很藍，很漂亮。這個小島挺美的。這裡就開始有很多這種枯樹枝了。來看看這個，哎呀，一根。哦，這還有一個，2個。哎呀，哎，這不好拿呢。哎呦，我這邊正撿着柴火呢，我都又看到這個蜥蜴了，真的是跟蹤狂，鬼鬼祟祟的。哎，我真是醉了，他把我襪子扒了，我现在是不敢穿這個襪子了，我要把它扔掉了。哎，咋啦？哎，你不能上我的墊子！哎呀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今天我們來的也比較早，所以現在準備去那邊看一下。看看這島上除了蜥蜴，還有沒有什麼別的動物？很不好走。哎呀，怎麼一隻鳥？這裡怎麼有個蛋啊？蛋殼。哦，一個鳥窩在那裡。原來是剛孵化的一個小鳥，還有一個鳥蛋，好可愛呀！這島上的灌木叢都不高，是這樣的。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特別大的螞蟻窩，第一次見這麼大的螞蟻窩。圓滾滾的，但算了，不想破壞它，走吧。哈哈，朋友們，你猜我在沙灘邊發現什麼寶貝？一個女王鳳凰螺的化石，非常非常沉，至少有個10幾斤哈，我估計怎麼也得有個幾百上千年了吧。先帶回去，明天給船長看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現在我又準備下海了，想去島邊的海域提前探索一下，說不準白天就被我捉到帝王蟹。走。然後這巴哈馬的白天太熱了，所以穿個小短袖就 OK 了，加上這個水母衣。其實，在來之前我就和船長一起研究過，這帝王蟹只有在夜晚才會從洞裡出來活動，所以白天的計劃就是先把島周圍的海域好好勘察一遍，這樣晚上下海捉這帝王蟹才能更有把握。開始。
然後除了勘察地形以外，如果碰到其他我想吃的海貨，也會順手帶走。畢竟每次上島，我的一日三餐是全靠捉到什麼就吃什麼。哈哈，這裡才游不到10分鐘，就發現眼前這個大螺，看上去應該是赤蟳螺的一種，主要我還是第一次見，那就帶回去嘗嘗。2隻鰩魚，這個應該是叫做加勒比海赤蟳螺哈，收了，好大一個，好大。接着把赤蟳螺放好後，又被我發現了它，世界4大名螺之一的彈冠螺，螺殼上還長滿了海草作為偽裝，如果不是仔細看，還真很難發現。這彈冠螺大，而且這個殼上都是草，好漂亮啊！這造型比上次捉的還大哦！哦，太開心了，收了。游開沙地後，我終於看到了一片珊瑚礁，魚還是挺多的，但可惜的是，珊瑚已經全部都死了。好大一個珊瑚礁，我看一下有沒有帝王蟹哈。隨後的10多分鐘裡，我興致勃勃地沿着珊瑚礁找了一大圈，但結果卻有點小失望，因為這裡的珊瑚礁都挺淺，是根本藏不住帝王蟹的，所以我還得去找過的礁石洞。你敢相信嗎，朋友們？又找到一個大的赤蟳螺，收了。開心，朋友們！這裡在前往下一個礁石區的途中，我又發現一個更大的赤蟳螺，就這麼赤裸裸地躺在沙地上，那就到我的鍋裡來吧。好大一個赤蟳螺，我的天哪，6斤左右，這個太不可思議了，朋友們，居然找一個更大的，好大一個，手舉了都有點酸了，收了。現在眼前看到的可不是吃的哈，而是一個海膽的空殼，全名好像叫做扁仙湖海膽。今天我看到了好多，總是忍不住想撿起來看看。好漂亮的海膽殼，還挺多的，但它的殼就跟雞蛋殼一樣的，一捏就破。啊，繼續。接下來的時間啊，我又游到了另一個珊瑚礁，各種下潛。雖然暫時還沒看到帝王蟹，但我感覺這裡很有戲，因為這的礁石洞又深又隱蔽，非常適合帝王蟹藏身。所以我決定今晚就來這裡潛水。OK， 既然潛水點已經落實好了，那就再打一條魚帶回去吃。就我眼前這條大海狼，目測過去有個10多斤，收了。這麼大的海狼被跑了，氣死我了！哎，好大一隻！前面估計是我的手毛力氣不夠猛，讓那條大海狼給跑了。行吧，那我就降低點標準，再把這條拿燒石斑給收了。拿燒石斑打了一條，估計在4斤左右。這個海狼打不到，石斑總打得到了。OK， 收了。好了，朋友們，我們現在回去。這種地形我看呢，應該是有帝王蟹的，但只能等晚上來哈。白天純粹就是看地形，不過也收了好幾個螺，開心。到岸邊了，老規矩，朋友們，上岸的第一件事情先看收穫。白天雖然是去探點了，但也讓我收穫了4個螺，還一條石斑，主要讓我解鎖了加勒比海的赤蟳螺。你們看它的肉是黑色的，有點像黑金鮑哈，特別它的口蓋連肉都快包不住了，好肥呀！每個估計都有個4、5斤，而且我還沒吃過，
非常期待它的口感。這彈冠螺還有這拿燒石斑我就不介紹了，在巴哈馬它倆屬於老演員了。燒火，燒火！哇，一下就着了。看完收穫後啊，我先把火給升了起來。這裡趁着木材燒成炭的間隙，我又把螺都給敲了。但別看這赤鱘螺個頭大，其實裡面能吃的螺肉可不多。然後今天的螺肉做法也非常簡單，首先把清理好的螺肉都給切成片，再繼續切點青椒、大蒜、生薑、洋蔥，接着一起放到錫紙上後，淋上少許油和醬油，最後把錫紙裹起來，放進炭火上，等待15分鐘就能開吃。噔噔噔噔，開吃啦，朋友們！還好我們把黑色的硬皮給去了，這樣子看着來更有食慾。先吃這2塊，好吃啊，好脆這螺。螺肉加上洋蔥，再加上青椒，這樣子感覺最好吃。聽到聲音沒有？很脆。吃飽喝足了，朋友們，現在我要開始找帝王蟹了。然後晚上找的時間肯定比白天多很多，所以幹就完了。出發，出發！下！朋友們，這巴哈馬的資源真是太絕了！我才從岸邊游出來沒幾分鐘，你猜我看到什麼了？居然同時發現3隻犀牛蝦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！而且你看，它們還非常有序地朝着同一方向爬行。估計帶頭的那隻是母的，後面緊跟着是2個追求者。這裡被我的燈光照射後啊，它們又都停止前進了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氣了，直接開抓。這麼多犀牛蝦，我先放起來，等一下。這裡解釋一下哈，我有隻手是拿着相機和手電，因此捉這犀牛蝦只能一隻一隻的來。不過好在這犀牛蝦都不跑，所以很輕鬆的就拿下了第2隻。哈哈，前面還在說犀牛蝦都不跑，這馬上就打臉了。你看這隻發現不對勁後，跑的速度明顯加快。哎呦我的天哪，這什麼節奏啊！一來就捉3隻犀牛蝦，剛剛我見到3隻在一起的時候，我都不相信我的眼睛，怎麼可能有3隻犀牛蝦在一起啊？太不可思議了，都像擺拍，我的天哪！但絕對不是擺拍哈，手指天上絕對不是擺拍。哇，收了，朋友們，太開心了。3隻已經全部裝進去了，繼續。接着我又游到了白天找的礁石區，不過這帝王蟹都還沒開始找，就又發現一隻八爪魚。好吧，這加勒比海的八爪魚我都還沒吃過，那就也帶一隻回去嘗嘗。八爪魚一隻，我看怎麼把它拿下。又吸着我，哎呦，每次都吸着我，我的天哪！終於把它拿下了，這一次我會把它抓好的。OK，鈎在上面就跑不了了。OK。其實船長走之前就跟我說過，因為這2天他要辦個小 party， 讓我幫忙捉個幾隻龍蝦給他。可我白天潛水潛了那麼久，一隻都沒有看到，沒想到這晚上還碰到了一隻，而且還是那種巨型 size 的，太牛了！那就先收了。又是巨型龍蝦捉一隻，好大，力氣好大，我的天哪！這個帝王蟹沒看到，看到一隻巨型龍蝦，好大一隻，哎呦，收了。太開心了，朋友們！大龍蝦放好後，這進度條突然就加快了，因為就在龍蝦的不遠處，終於找到了今晚的第1隻加勒比帝王蟹。這真是叫着幸福來得太突然啊！
捉到了一只！哇，我的天，捉到了今晚的第一只，果然被我猜到了。这种帝王蟹也是晚上出来溜街的，好大的一只！收了，開心。剛剛那只帝王蟹啊是母的，所以個體不是很大。其實我晚上真正的目標是想找公的帝王蟹，因為公的 size 特別大，但好像是想什麼就不來什麼，因為眼前又看到一只帝王蟹，可惜也還是母的。等，又一只帝王蟹，朋友們，也是這麼大的。這一只帝王蟹在的地方特別淺，估計就1米多深，毫無難度。收了。哈哈，前面在捉第2只帝王蟹時，我就看到了這只角箱豚，但這貨不能吃，有毒的。主要我是第一次見這麼大的 size， 所以必須捉起來看看。好漂亮的香豚，全身藍色的。跑了就跑了，我沒打算吃它了。OK。此刻必須得再次誇一下巴哈馬的資源，太牛了！因為這裡我又發現一隻很大的龍蝦，目測過去有個4、5斤，那就收了。又一隻巨型龍蝦，哇，好大啊！這隻也是好大的。然後也碰到很多小的了，我都沒抓，挑2只大的去。OK。是的，晚上的龍蝦看到好多只，但自從來了巴哈馬後，我的胃口變大了。這1斤多的龍蝦就是看不上，所以都沒要了。不過眼前這犀牛蝦必須得收，畢竟在巴哈馬的魚市場，哪怕花錢都不一定買得到它。今晚的第4只犀牛蝦，我的天哪，這麼多！收了。其實晚上啊，能找到這麼多海貨，完全就是靠時間去堆。因為我從下海到現在已經快4個小時了，而且連備用手電筒也都用上後，才能有這麼多的收穫。所以你看，我這不又發現一只帝王蟹，只不過還是只母的。但捉完這只母的後，奇蹟發生了，因為就在母蟹的不遠處，居然尾隨着一只公的帝王蟹。重點是公蟹的體型果真是那種巨型 size 的，這真是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啊！收了。大不大，朋友們？今晚最大的一只了，比前面3只大多了，但只有1個鉗子的哈。收了。好了，朋友們，我們回去吧。捉了一只這麼大的，太開心了。走。到了，還看一只墨魚。哎呀，到了！我都擺不下，我的天，擺這吧。別跑！今天絕對是大滿貫，朋友們，捉了4只帝王蟹，4只犀牛蝦，2只大龍蝦，還有1只八爪魚，真的是太牛了。先來看這個犀牛蝦，好大的，沒想到今晚還能捉4只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，朋友們。比較有趣的是，它頭上還有2根鬚，是紫色的，不知道起什麼作用哈。大龍蝦和八爪魚啊，我們就不看了，直接看這個最大的帝王蟹。噔，閃亮登場！哇，我的天哪，還在吐泡泡啊！你們看它的殼是這樣的顏色，深紅色哈。然後呢，這邊緣也很多凸起，會割手。再來看它的大鉗子，哇，我的手都快握不住了。而且這裡你看，大到已經變形了，太誇張了這個。另外一只鉗子這裡啊已經結痂了，估計斷了好久。哪怕就剩1個大鉗子，都擋不住它的霸氣，好像都塞不下。我的天哪，好大！今天的收穫確實多，剛剛好。好了，朋友們，我得先睡覺了，估計今晚做夢都會笑。OK， 明天見。
早上好，朋友們，現在我又來整活了，準備用無人機來釣魚，因為現在是漲潮，感覺能出大貨。魚餌啊，我們就用昨天的八爪魚，拿了一半的肉來釣。八爪魚已經裝到投餵器上了，帶得動吧？哇，好吃力！好了，夠了，不用太高，70米、80米。这裡無人機不知道出現了什麼 bug， 一直往海裡降，直到快落水的那一瞬間，我立馬把八爪魚給投出去後，才躲過一劫。剛剛差點炸機了，所以我趕緊把那八爪魚給投了，沒有這個投送的畫面。朋友們，釣魚是個很漫長的等待，所以呢，我想着先把這4只帝王蟹給做了，邊吃邊等。太大了，這帝王蟹無從下手，先把它殼給去了吧。開！啊，開了！殼裡好多膏啊，是這樣的，能吃嗎？今天我們的蟹肉比較多，所以這膏就不要了。主要這膏看起來也沒什麼食慾哈，給它去了，這吃不了了。看這個蟹肉，哇，白白的，好肥美啊！最後給它放在錫紙盒上，殼蓋也不能少啊，一起煮了。還有3只小的也給它放進去。OK。看到了嗎，朋友們？這個蜥蜴大早上就過來我這裡找東西吃了。哦，你在吃啥？好吃嗎？好吃嗎？是不是很好吃？像背帶狀。中魚了，中魚，趕緊給它拉回來。處理帝王蟹處理的一半半，居然中魚了。哦，好沉。啊，又看到了，是只鯊魚，好大一只鯊魚。跑了！鯊魚在那，看，鯊魚在那，黑色的那一只鯊魚，哇，好大一只，可能在這岸邊切線了，唉，難怪斷線了，這線都被鯊魚牙齒給磨平了。這裡為了確認是什麼品種的鯊魚，我趕緊又起飛了無人機。從畫面上看，這應該是一隻護士鯊，體重至少上百斤。但在巴哈馬，不管釣獲的是哪種鯊魚，都必須放生，因為鯊魚在這裡都是受保護的。剛剛拉那隻鯊魚手都拉酸了，現在繼續來做我的帝王蟹，放點生薑，再放點洋蔥，還有青椒。最後一步就是把錫紙給它包好裹好。在巴哈馬買這錫紙好貴。這裡的物價好高了。OK， 最後一步放在炭火上，等待20分鐘就能開吃。出鍋，好燙，終於可以開吃了，朋友們，迫不及待呀！煮起來也還是紅色的，哇，海鮮大餐啊，又是這鉗子大，我的天哪，哇！現在來吃它的鉗子。哦，開了！哇，這蟹鉗的肉好大！現在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動，因為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帝王蟹的鉗子，好多汁水裡面，太好吃了這個。好滿足，我的天哪！這個應該叫做蟹肉棒，你敢相信嗎？居然有這麼大的蟹肉棒哦！但這麼好吃的東西，我可不能吃獨食啊！來，你吃。哦，這個肉真的很鮮很甜，而且我都沒想到在加勒比海我還能吃到帝王蟹。除了鉗子啊，每個蟹腳的肉也超多，你看，也好吃。2口就沒了，這麼快。OK， 那今天的視頻就先到這，喜歡我的朋友記得給個點讚、關注、加評論，拜拜。